那欢迎战哥来到我们微博之夜，然后今年其实也是你入行10周年啊。是。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了，对。自己觉得这10年走来是快是慢？很快，挺快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过得很快，所以感觉一切好像都变化了，但是感觉又没有变化。然后说到今年其实也是你事业上的一个节点嘛，就是主演的电影要进军春节档了，这个全年可能最大的也是竞争最大的档期。是。所以你自己会有压力吗？我吗？我觉得片方会有压力吧，我还好。因为我已经尽全力的去饰演了这个角色，然后去出演了这个电影，所以答案就交给观众，然后跟市场就好了。我记得2019年采访你的时候，你说过最喜欢的金庸笔下的这个人物是杨过。杨过。对，然后这次是演了杨过的郭伯伯，是，也是挺有缘分的。所以你觉得这2个经典人物在你心中这个分别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所以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吧。杨过对于我来说，他可能是桀骜不驯、放荡不羁一点。其实我能在郭靖身上找到很多属于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很执着。我这样说好吗？我觉得他很善良，但是我好像有自夸的嫌疑，就是至少是想要做一个好人吧。那你觉得就是金庸笔下这么多大侠，跟你精神内核最像的是谁？当我演完郭靖以后，我觉得是郭靖。那除了刚刚说的善良，然后执着，还有没有你觉得跟他比较相似的地方？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感觉在夸我自己。我觉得郭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到这次跟徐克导演合作，然后大家都发现这名字很有缘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所以你们2个是什么时候有意识到这个还挺有缘分的吗？就这个名字上的缘分。是吗？刚刚你跟我说，然后我意识到了，对。就很多影迷可能都在这么讨论。是，挺有意思的。对，那说到徐克导演嘛，大家都说是一个卷王遇到了另外一个卷王，就是卷王演员遇到了卷王导演。其实我不是卷王，我觉得我要向他学习，他是一个很拼的人。他真的很热爱电影行业，然后他是有一种奉献精神，所以我要向他学习。我们都知道，就是徐克导演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手绘分镜非常的厉害，然后战战也是学这个美术的，所以你们2个有在这方面交流一番吗？因为现场都拍摄比较的，可以这么说，比较严肃，然后再加上现场拍摄都各个部门配合的比较紧密，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分镜的这个绘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有幸在旁边亲眼目睹了导演亲手手绘分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我们都知道徐克导演是一个就是经常要亲身上阵的去示范的这样一个导演，所以这次有这样的经历。现在依旧是这样。我记得我们在内蒙的草原拍大叶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戏，然后导演自己就亲自上阵，然后在那儿打招啊、旋转啊什么的，然后周围一旁的人都很怕他摔着，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2、3点了吧，然后以及那天晚上风特别大，风沙特别大，导演一定要自己亲自上阵，然后示范，所以每个人都哇天啊，都很紧张。你现在在微博之夜被拍到疑似在练习降龙十八掌的手势啊，现在可以给大家揭秘一下吗？其实我是在拍射雕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练了一下8级蹦，所以会有一些招式，感觉可以让自己的一些不安的情绪然后排解出来，让自己沉淀下来。对，所以可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次的经历，整个的武术训练，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导演他追求的是一种真实感，所以我觉得整体对于我来说都不太容易。当然最难的应该是导演要求的那种出招的寸劲，所以要找到那种感觉发力点。动作上面是怎么样去实现他的这种要求的？动作其实很多时候导演都是自己会设计一些动作，对，他会自己设计一些动作，然后在现场交给我们，让我们去学。那这次的降龙十八掌会非常的酷炫吗？卖个关子吧。对，大家都要去电影院去看。对，大年初一然后去电影院看。你刚才虽然否认了自己是卷王啊，但刚才庄大飞来的时候，他就说，庄采访过了。对，他就是说，他心中的肖老师是这个班长，就是带着他们一起全班的训练的这种感觉。是吗？庄其实也挺卷的，然后他特别的鬼马。庄还分享了说，你们还会在片场一起喂小马。对，他的那一批叫蒙古王，我的那一批叫小红马。这名字是自己起的吗？他的那一批好像就是那个马的名字，叫蒙古王，然后我那一批是片中的那个名字小红马。其实到后面跟马的感情都特别的好，走到哪儿他们都会跟着，特别神奇。所以我觉得动物是有灵性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郭大侠是团队的精神领袖、定海神针的这个定位啊。那生活中的小展在朋友圈里面更喜欢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吗？聆听者吧。
对，我喜欢听别人说，自己表达的可能没有那么多。那可能更多的表达，我们这次在这个音乐专辑《我们》中有听到啊，这个发布的新专辑大家也都很喜欢。谢谢。先问一下这个专辑名《我们》怎么解读？我当时回顾了一下，其实我无论是发信息也好，还是跟朋友聊天也好，谈到最多的2个字其实就是我们。那为什么人会在说我和你的时候习惯性用到说是我们呢？所以我是认为说，那你和我还有他，我们组成了这一个社会群体跟这个链条，那我觉得逃不开的就是我们。所以我想通过这些歌曲来表达我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想说的一些话，可能无法通过语言去描述，但是可以通过歌曲然后表达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我们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我。因为这次有很多你也参与的就是作词的部分嘛，可能也很多的表达通过作词表达出来了。那想知道自己参与作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很奇妙，因为我是有时候会，比如说有一些感觉的时候，我会自己写一些文字，可能是一些词语，可能是一小句话，然后放到备忘录里面。然后当时，所以他们让我说你要不要自己参与的时候，我想说好啊。我就把之前的一些写的一些碎片，然后拎回来，然后再找一找新的感觉，然后写进去。那你这次创作中，你印象感触最深的一句歌词是什么？我知道不要回头的方向，一定会。我知道不要回头的方向，一定会跌宕。对，这一句。我们还赚到了一句清唱。因为脑子突然宕机了一下。这个不要回头这首歌其实4个字就很有力量，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歌名是你自己定的吗？歌名其实是好像是我之前在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发过的一个词，所以就是说那也代表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心境，所以就把它拿过来了。所以如果在专辑里面选一首歌最能代表自己的话，你会选哪一首？我觉得就是不要回头吧。那说到这是第1张专辑嘛，你觉得第1张专辑于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些我自己想要说的话吧，就这么简单。单曲循环最多的呢是哪首歌？我吗？自己会单曲循环。其实我特别喜欢漂流。有听了多少遍？很多遍吧。所以日常中是习惯会去单曲循环自己歌的人吗？我是在单曲发布之前，然后反复听，因为要找一些问题。发布之后，听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偶尔也会听一听。对，偶尔也会看看大家的留言，然后一些反馈。这张专辑大家等了很久，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做一张专辑的？很早，我记得应该是21年，对吧？21年的时候，对。那其实很久了。很久很久，因为这些歌其实都是我选了很久很久，甚至是有些歌是跟制作人是一起在寻找，然后一起在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是很用心的对待这一个事情的。我不想把这个事情变得说是你要做一个歌曲的事情，然后去做。我是想说，那我是真的想要分享这首歌出来，真的可以代表我才愿意去把它收录进来。那其实这个惊喜也捂了很久，中途有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吗？还好，很会保密。然后因为工作的机会，这些年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嘛。你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最喜欢旅行的地方，相对来说是瑞士吧。因为可能比较安静。那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很多，世界这么大，应该多出去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记得去年在这个地方采访你的时候，你说就是新一年希望能够一个人旅行，后来这个梦想实现了吗？没有一个人旅行，但是也有跟家人一起旅行，其实也挺棒的。对，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收获。那说到2025年，有给自己什么 KPI 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但是我是觉得不想给自己去设限一些东西吧，所以就是先做好每一步。其实每次都是这样，先干好手上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然后刚才一开始有讲到，就以前可能喜欢的是杨过，现在变成了就是郭靖的感觉，从桀骜不驯变成一个这个可能更加坚持然后善良的人。就你觉得，就比如说从这2个角色的这种改变上，你觉得自己这10年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者性格上的变化吗？其实我刚自己也想了一下，私底下，我觉得杨过可能是在当下自己很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对。但是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呢，所以我觉得人也是会成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能在郭靖身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呢？因为我觉得我也成长了，不再是想要变成某一个样子，而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非常好的回答。好，我们也期待下一个10年更好的肖战。好，谢谢张哥，谢谢大家。我们的亮相仪式过于闪耀，太闪耀了，而且每个人的这一点都在还好他走最后。我们希望能够链接今天来到现场、来到微博之夜的每一位朋友。中间。是的，还有肖战的。中间。下一个连接，让我们继续下去。这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2024微博之夜，上淘宝买年货，新年都有新收获，一起投个好彩头。感谢品质合作伙伴。也很累，而且是在冬天，然后就是那个沙漠那个下去了，对吧？还有一次直接给晕过去，然后它有那个玉米那个粉末，因为它要营造那个沙漠直接缺氧，那个应该是最苦。我们是在那个草原上骑马，那个马就是很好。老师，我们先来这边坐休息吧。肖战能不能祝大家新年快乐？你戏拍完了吧？要上了吧？对，大年初一。哦，好嘞。我好像看了那个预告片，是出了一个预告片是不是？一个。哦，那就是那个。期待。手迈向微博之夜。哎呦我的妈！手迈向微博之夜。
爱上他，真心的把大家喝了奇怪游戏中的魔法。文峰老师，我帮老师测一下，做一下。每个妹妹都想和你通电话，飞到不天上，看海和沙跳桑巴，你占了我吧，我们尽情。This time I want you, like this like that, you, super you,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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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来，各位老师们往前看，往前看，看前看，前看，好，大礼，上前，前的提问，看大礼，大礼，奔向那最远处的灯塔，最深邃的海呀，照亮，照亮，矢志风马，奔向那黑暗中的灯塔。Baby， 请你留在我身边，你让心花如烟，你想让我皎洁，夜空下是我们万般甜美的画面，你如雾我如烟，你婆娑我天蝎，我们如影随形 ，anytime anywhere。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听着你的来去自拍，配合你的节拍慢慢停下来，拿着麦，世界绕着你游转。我想要的很简单，有你的舞台。在原地发呆，回头看时间太过短暂，为自己主宰你的爱无限循环，想要给你所有的未来。不一样，想要听着你的 life 去自拍，配合你的节拍慢慢停下来，拿着麦，世界绕着你游转。我想要。走吧，这边。你戏拍完了吧？要上了吧？对，8年出。好嘞。我好像看了那个预告片，对，是出了一个预告片只。一个。就是那个。我在期待。谢谢。有他们的陪伴，我们真的是每一年都很快乐。希望这样的新年继续下去。而赵丽颖也收获了很多的惊喜和奖项，就像她说的，努力一点就会遇见彩虹。也要谢谢丽颖送给我们的彩虹。哇，我见到汤唯了，是我们的。也好希望各位优秀的观众带给我们的，再次有请各位，欢迎大家来到微博之夜，有请来，请前往内场，再次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百花齐放。但是在绽放的过程当中，有一位老师绽放的格外讨人喜欢，卡住了，很可爱。欢迎各位的闪耀亮相，有请，来一起携手迈向微博之夜。让我们掌声欢迎沈腾、马丽、赵丽颖、李冰冰、汤唯、黄晓明、肖战。这是什么样的重量级扑面而来，携手而来啊！刚刚超哥的那个墨镜，此时此刻应该借给我用一下，因为我们的亮相仪式过于闪耀，太闪耀了，而且每个人的这一年都带来了很多的好故事。沈腾老师、马丽老师之前在微博上 PO 的10年前的照片，让我们不禁感叹，有他们的陪伴，我们真的是每一年都很快乐。也希望这样的10年继续下去。而赵丽颖也收获了很多的惊喜和奖项，就像她说的，努力一点就会遇见彩虹。也要谢谢丽颖送给我们的彩虹。哇，我见到汤唯了，是我们的荧幕女神闪亮登场。也好希望汤唯可以早一点注册微博，能让我多看看她。我们希望能够链接今天来到现场、来到微博之夜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嘉宾，
是的，还有肖战的5年之约，下一个5年之约，让我们继续下去。好，来，我来组织一下各位。好，冰冰姐，来，我们请一起先看向左边的媒体朋友。肖战的《我们》里面也有好多的词是自己写的，也代表了他的心声，也欢迎大家继续听他。来，请看向中间。来，一起看向中间。冰冰姐跟小明哥真的是这一对红毯搭子，常常一起跟我们相见于微博之夜。是的，因为彼此之间就像大家的感情长长久久。请看向右边。是，两位也是京剧爆款机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经典作品。希望大家今天在微博之夜玩得开心。看到你们就看到了星光，也看到了欢笑。是你们每一位优秀的观众带给我们的。再次有请各位，欢迎大家来到微博之夜。有请。来，请前往内场。再次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新的一年，新的惊喜，新的作品，新的收获。谢谢你们用作品送上的礼物，也期待你们在坛尾收获你们的礼物。我们挺起来。好了，那么接下来这位微博的老朋友，对。你戏拍完了吧？要上了吧？对，大年初一。嗯，好嘞。我好像看了那个预告片，对，是出了一个预告片，是不是？一个。哦，那就是那个。期待。谢谢。听着你的 life 曲子拍，配合你的节拍慢慢停下来，拿着麦，世界绕着你游转。我想要的很简单，有你的舞台。在原地发呆，回头看时间太过短暂，为自己主宰你的爱无限循环，像一左手的温柔。不一样，想要听着你的 life 曲子拍，配合你的节拍慢慢停下来，拿着麦，世界绕着你游转。我想。我想嘛，再次有请各位，欢迎大家来到微博之夜。有请。来，请前往内场。再次欢迎各位。小丽老师，肖战。对，肖战。我见到汤唯了，是我们的荧幕女神闪亮登场。肖战。肖战。希望能够链接今天来到现场，来到微博之夜的每位嘉宾。有他们的陪伴，我们真的是每一年都很快乐。希望这样的新年继续下去。而赵丽颖也收获了很多的惊喜和奖项，就像她说的，努力一点就会遇见彩虹。也要谢谢丽颖送给我们的彩虹。哇，我见到汤唯了，是我们的。